现在这么瘦啊，现在是瘦了。会有第二季吗？第二季要演什么呢？我还没想到。就一般是看第一季播放的结果吧，然后反响如何吧，也要看那个有没有第二部可以改编，有没有那么多内容。我现在在成都呢。现在是光好点儿。哎 ，Hello， 我这样是对的吗？这怎么是 PK 啊？好像就是就这种形式。这种 ，Hello， 蒋总，好久不见。你最近是刚杀青吗？对，我刚杀青2天。你看剧了吗？看完了，我昨天看到4点多。哦，我比你看完了。我看了。你看完了？我看完了。我还以为你工作那么忙，应该没时间看的。我看了，昨天这个组比较养生，所以说那个昨天就有时间看。哇塞，看了3点多，怎么样？有一些小遗憾吧，我觉得整体挺好的。我觉得这剧本上的东西是基本还原了。然后还是有一些小遗憾，我觉得我演的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地方。没有啊，挺好的。哇塞，你百纳就是一个上位者，你还想怎么样？百纳气场就2米。我也看到网上很多剧评啊什么的，就是有的观众其实还是其实不太喜欢这个类型的剧本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有一些人就很吃这种剧本。但是我感觉情感还是比较现实和真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方面会比较打动我们。对，我当时接这个本的时候是觉得，因为去年大部分都是完美人设嘛，然后他可能这里面硬加了一些小的缺陷，但我觉得那都是假缺陷，比如说什么执着呀，或者工作狂啊，或者是有什么心理创伤，然后不相信别人啊，就我觉得这些连缺点都算不上，这可能就是特点吧，就都是完美人设。所以说我接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设他可能从根本的价值观上面就和我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然后他可能就认为他认为权力和金钱可以摆平一切，包括感情，包括人啊什么的。然后直到在女主这边受创，然后有一些就是在女主这边翻车了吧？对，所以我觉得他和之前的角色从根本上不一样的。他们说，如果知道妹妹会死，我会跟蒋正邦在一起吗？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在一起啊。因为陆莎就是一个很清醒，然后也有一定自己价值观的人，价值观很正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跟蒋正邦在一起？不可能在一起的。那你为啥和蒋正邦在一起的？那你应该问我说后面有没有爱上蒋正邦？是不是钱摆平了？啊，那不是，钱要是能摆平，我早就摆平了呀。我哪有那么多纠结？就是他也是因为钱嘛，这个女主是因为一些现实原因，然后蒋正邦又很强势，所以就在一起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爱上蒋正邦，我觉得可能是必然的吧，因为蒋正邦的底色还是挺好的。爱上蒋正邦了是吧？对，不爱吗？其实我在演的时候，我感觉到什么呢？可能你自己都不清楚了，就是时不时有一些地方我感受到你是喜欢我的。对。但是你不一定，但是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爱我，其实。是对的呀，这就是陆莎呀。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
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能爱或不能爱之间一直横跳，一直拉扯，自己脑子里在打架。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和现实，还有自己的就是他的理性和他的感性一直在打架。在打架。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实中很多情感啊，很多情况都是反而是矛盾的，是这个样子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无法去找他究竟在哪一个点爱上蒋正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有一些点就爱上了，而且蒋正邦在我看来挺可怜的，可能说剧展现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我看过小说嘛，我是能理解陆莎会爱上蒋正邦的一些原因。然后蒋正邦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挺可怜的一个小孩儿，又没有爱，家庭也没有爱，受过很正常的父母的爱，而他的世界里面一直都是拿权力和金钱来摆平所有的事情嘛，也确实是都摆平了。所以他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我其实在后面接剧本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很多三观和我所设想的和我的三观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在想，那如果我接的角色，我都要拿我自己的三观去要求每一个角色，那岂不是所有的都一样了？角色有角色的价值观，角色有角色的三观，所以说我试图从角色的方向去走，把自己的价值观给抛掉。但我觉得这个本很现实啊。对，所以我才接的这个剧本嘛。我觉得这个故事，故事有点狗血，但是现实中比故事还狗血，有时候。对啊，我真的觉得很现实。对。情感也很现实，然后他每个人物的纠结啊，或者是挣扎都很现实。对。或者是说，比如说小说，其实陆莎有很多时刻都在告诫自己，就不要迷失。可能说剧里面展现的不多，展现不出来，但是很多时候陆莎她一开始就知道她过上这种生活，她可能会跟她妹妹一样，就迷失在物欲的世界里面，所以她一直在告诫自己。然后她后面其实也迷失了，他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他讨厌的那种人。感情这个东西很难用理智去控制的，控制不了。所以你当时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有纠结吗？我没有纠结，我挺喜欢的。就是直接就接了是吧？因为我觉得不管他的设定是狗血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他底层的每个人的一些心理或情感或挣扎都是比较真实的。我比较吃真实的情感这一套，只要是它是细腻的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时候你说短剧有这么多设定，那有一些就是离生活很远啊。你有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生活去衡量这个东西好不好？那如果它里面展现出来每一个人性的东西是贴近的，是你能理解的，或者是即使你不理解，但是是现实存在的，我就觉得它有意义。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就是有很大缺陷和瑕疵的这种底色，然后包括他一开始他的价值观虽然是我们不认同的啊，但是让他自己确实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得到了很多回报，最后在某一件事情上又碰壁了。然后呢，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可能给人更加深刻的一些思考，会比那种完美人设这更深一点。完美的可能看完就忘了，但是你这个可能看完之后，你还会思考说，如果是你是陆莎或你是蒋正邦，你会怎么做？对，我觉得这个大家会讨论，就是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讨论这个角色。我认为他怎么样，他不应该这样，这怎么样？我说这是有更深层的讨论吧。如果完美人设的话，就是没啥意思，没啥意思，太多不完美的人了。在生活中，其实大家都是矛盾的，都不完美。这个灯咋没电了呢？你觉得孩子还在吗？他们好好奇啊。小说我没看过，你知道吗？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在？我觉得应该在。我觉得女主她再怎么样，她也是个生命啊，你可以让她跟我没有关系，以后就是那你觉得在吗？我觉得不在。你觉得不在？还有那小说里是出意外不在了。小说里好像是出了一场意外还是啥，反正小说后面就是陆莎她也有点心理问题了。但反正我记得孩子是不在的，然后我演的也是以不在的演的。接这个其实在和不在的演法，我觉得都应该是你那样的演法。是吗？真的是啊，因为你是要告诉我不在了吧？没有，我只是说就表达一下，无所谓。每个人都可以用每个人的理解，我觉得那一块就是一个空白，大家去理解，去补充自己的想象就可以了。看有人问这个契机是什么？其实当时这个契机，契机就是我看到这个本子人设和之前大部分的完美人设它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很想看一看。咱俩聊过这个话题，我记得。我很想看一看他的想法，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然后，但是最开始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的担忧就是它里面很多点，我怕拍完了上不了。然后，所以说对剧本，就是大家就导演啊、编剧啊，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把剧本做了一些删改嘛。确实差一点，这个剧就开不了。是我们推迟了1天开机，就是因为突然临时说的大改。最后一天还在挣扎，你知道吗？就这个可能就拍不了。我那一天在家里非常的焦虑，我说别呀，我想拍来的，就一直在家等消息，推迟了1天。对，因为我觉得他不拍也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像这种故事不是很多，在短剧里面，最近不是很多。就哪个剧里面，可能它是比较小众一些的，我觉得这种人物底色，这种故事结构，这种故事的都是偏小众一些的。就关于结局，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吧。结局我以为是好的，其实当时这个结局我觉得毙了最好嘛。他当时一直说要毙，我说不。然后一直阻止他们。导演和妍妍一直觉得不能毙，毙了以后大家就不看了。对，我说不能毙，不能毙。我说毙了以后更加的意难平啊，更加的深刻啊。我觉得王哥那段时间对 BE 有强烈的执念，他就想要 BE。然后后来那个导演说换一种方式吧，然后就导演拍的那个方式，我昨天还没有看剧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和，因为当时拍摄是我直接追到机场，然后女主回头，然后我们对望，我感觉这不就是和吗？那女主就没走嘛，结果导演的那个剪辑和处理那个画面是那个样子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是欧意。对，那个是确实欧意。但我觉得就该这样，大家去想象就好了。拍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和，不知道导演的处理方式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们当时还改掉了一句话，你记得不？就是在最后一集的一个闪回，就关于那个摩尔曼斯克。然后你说要送我走，有一句话本来是台词要说出来的，然后我说不行，这说出来不就真的确定是 BE 了吗？我说给他改成 OS 吧，这我那句话就放了我吧，这句话变成 OS 了，但是你读懂了。对，那个本的第一版的时候，那个结局就是我听到你要走，然后下一个场景，就我当时做的表情可能让观众以为我要去追你。但实际上，下一个镜头出来以后，我就在办公室开会了，然后你的飞机就飞过去了，从湖外面。就我觉得这个结局可能会让人更加的揪心难受。我很喜欢这个结局，但可能大部分人不喜欢。更为了大家又说你又接 BE 了。那这就是事实嘛，就是我喜欢现实一些的东西。没有，我觉得像欧意挺好的，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受。对，就任君选择。现在这样就是综合了一下，而且我们都有迷之微笑，有可能
你可以想象成我们下一秒就在一块儿了，也可以想象我们下一秒就分开了，都可以。现在这个就是综合了一下，就我也觉得挺好的，然后大部分人也能接受。对，大家还觉得有第二季，因为同质化的东西确实比较多。我觉得有一个这样不同的，虽然是有的人看起来比较揪心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但是它最起码能让你看完稍微深刻一下，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快忘吧。有没有第二季我不知道。最深刻的戏是哪一场？最深刻的戏哪一场？时间有点久了，我忘了，有没有提示？妍，你觉得深刻的戏是哪一场？最深刻的戏，哎呀，可能就是那场我妹妹死了在医院那场吧。你追去医院那个？哦，那场确实挺深刻的。那场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我其实在演那场戏的时候，我感觉如果是我遇上这个，我都懵了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演，就是懵是正常的。这事儿可真有点闹大了，你知道吧？就是闹大了。对。这事闹大了，出人命了。对，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事可闹大了。我以前再怎么拿金钱和权力去摆平很多事情，也没有遇到过人命这些事情啊。对。人命了，然后老婆也没了，笑死。就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了，我觉得什么话都是无力的。对。我觉得懵是正常的。懵是正常的，应该。对，就是那个状态吧，我觉得。对，但凡一安慰，我觉得就轻了。哪能安慰得了啊？那是人命。对。啥话也说不了，其实。结局有点难评。蒋正邦留不住陆莎，我觉得挺难留的。啊？什么？他们说蒋正邦留不住陆莎，我觉得挺难留的。这个东西可能得需要时间。我看网上说，最后真的逃离他的岛了。我逃离他的岛，但你逃不出他的岛。对。蒋正邦会难受一辈子，我觉得。蒋正邦逃不出那个岛了，所以最后呢，我们那天那个我说的五蒋竞猜，我有没有逃出？我觉得我逃出了，但蒋正邦逃不出了。对。其实我跟那个妍老师没有搭之前，我就有所耳闻，然后就是他演戏很真实，然后那个他说很多人接不住他的戏。什么玩意儿啊？别人跟我说的。什么呀？我觉得我王哥合作之前，我也老想跟王哥合作来的。我们之前本来其实还有另一个机会，就在这个本儿之前。哪个？很可惜。你仔细想想。啊？就是本来我们这个档期的另一个戏。哪个？然后那个也取消了，你仔细想想，对吧？那个戏。就那个戏。那个戏我不敢接，那个戏。我那个戏我也觉得那个戏比这个危险多了。那个戏我不敢接。那个戏可能拍了也播不了。对，那个有点更炸裂了，有点。你现在敢接吗？如果就是拍完这个戏，然后这个戏播出来这么多评价之后，你再回想你当时如果接了那个戏，你就更完了。对，我提前想到了，我知道那个戏拍了肯定播不了，事实证明那个别人拍的也没播了。对。所以说，我还是有一些先见很庆幸在的。我俩聊的人家参与不进来，互动的。但是类型有点像，其实。
所以当时我遇到那个戏没拍成，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我特别想跟王哥合作来的，然后有点遗憾。然后中国人这个戏又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丝类似，然后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不遗憾了。对，它有一些类似，但是没有那个那么抓嘛。对，那个更夸张，那个很炸裂来的。但很开心啊，跟王哥合作很开心啊，王哥演的又好，人也很好，又很专业，情绪也很稳定。谢谢，你比我夸不会了。我认真的，说实话呢。摩托车是真的吗？摩托车？那是真的。摩托车是真的呀。人也是真的。人也是真的，但人和车一起，可能就有假的。我不会骑摩托。我俩骑吗？我俩也骑啦。我俩也骑啦。就是起步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骑了一下。我俩骑在车上了呀。对我不会骑摩托，妍妍会吗？我会。你会骑摩托？啊，你有？但我骑不了那个，我觉得那个太重了，那个你有驾照吗？都控不住。我有啊。哇，厉害！你没有骑过那种大的是吗？我骑不了，那个太重了，我感觉我坐上去我都撑不直。对呀，有摩托车驾照。二搭一个甜的吧，好的呀，我们好嘞。是有这回事儿，好像。有听说吗？我好像有听说。隐隐约约好像有听说。哦，小叔是滑雪，对，我好像也看到别人说滑雪我会。滑雪我不好。小说里是他教我滑雪来的。对，滑雪我是会的，但是不太现实。拍不了，得去哪拍呀？那个季节，得出国。共创，好的，有共创，也有很多照片儿。找素材。在找呢。对。让我们再修一修，修得更完美一些，然后发出来给你们好吗？对，再调整。我努力今天给你们整出来。我能努力，王哥你也努力一下。好。片场去世啊？片场有啥趣事啊？啥？他们说分享一下片场的趣事。片场趣事。好久之前了。这个戏其实拍的时候情绪也蛮压抑的。氛围也很压抑。我俩没法在那嘻嘻哈哈，因为下一秒可能要哭。对。就是都已经花絮给你们放出来了，就是王哥差点把我拽倒。他脚滑了，那垫太滑了，不怪他。如果再给一次机会，还会接这种剧本吗？会啊。我也会。我觉得这个剧本很现实，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就是其实我有时候喜欢跟导演，就是我拍戏的时候，拍戏之余喜欢跟各个戏的导演聊天嘛。我有一部戏的导演，他之前做记者的，他跟我讲了很多生活中，还有他在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的、遇到过的一些案件什么的，这就比剧里面要抓马很多。那都不能播的，那都是。所以说，有的时候现实很残忍，也很虐啊，但是其实很真实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里面每个人他的那种纠结就是很真实的，因为你说陆莎真的能够控制住不爱蒋正邦吗？很难，就是因为每个人，你看他很坏，他用钱或权势在压制陆莎的时候，但他很多时候也在对陆莎好。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也不可能说真的有一个人掏心掏肺对他好的时候，他感受不到，感受到了，然后默默产生感情了，也很正常。小时候的经历挺惨的，陆莎跟蒋正邦都有不太好的小时候的经历，原生家庭的问题。对。他本质不坏的，蒋正邦本质是不坏的，他只是不懂得怎么爱，也没感受过爱。那不是坏，他是不懂得感受，不懂得爱。对，他的经历不同，他想法不一样。他只是不懂得表达爱。一开始看以为是强制爱，是强制爱吧？是强制爱，他们说是吧？说我时隔1年多又回强制爱赛道了，太合适了。集数太少，哎，我当时看这个本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少，因为确实有很多内容没有办法塞进去。我也觉得略有点短。对吧？很少，真的觉得很少。然后，很多其实有很多拉扯啊，更深刻的一些情感的递增啊什么的，是塞不进去的。体量在这塞不进去。要不然可能更加的恨海情天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类似恨海情天。啊，有点。是吧？有恨又有爱，恨海情天。删了好多，是不是有人问是不是删了好多？我觉得没啥呀。我看了，我觉得演的都播出来了呀。我也觉得播出来了，然后大家都说什么删了床戏嘛，我们好像也没拍啥呀。对，我觉得拍了的都播了，没有删什么。我也觉得没啥。就因为我们在拍之前，其实这个本儿已经过完审了，对吧？对，所以应该是都是能拍才拍出来的，对，能播才拍出来的，所以好像没有删，基本上拍出来都播了。网传94集，不知道谁传的。网传94集。那就是网传嘛，不是真的。对，它短剧和小说肯定是要压缩很多的。那件白衬衫，白衬衫剧里没用，因为我感觉有点像特工。哦，对，他当时说他想穿了个贝贝夹。对，所以没用那个。想看陆莎的小作文，我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没有，他们说陆莎的小作文。你写小作文？因为我每个戏播完，基本上都会写一个角色小作文来的。哦，那我也很期待，我也想看。哎呀，你这样说我就有压力了。拍立得拍了一张啊，给你们看了已经。哎，我们不是拍了很多拍立得吗？我们拍了很多拍立得嘛，我们就拍了一张拍立得吧。就拍了一张。其他的没在我这儿，但我们拍了很多 CCD 都在我这儿。那咱拍的东西都哪儿了？就照片啊，还有视频啊什么的。对，但是我记得我们拍了一些那可以剪共创的视频，也不在我这儿，好像在剧方那吧。CCD 我已经给王哥就是检阅过了。对，我看。这拍的不错。拍的很好。很好看。等待一下吧。你什么时候写小作文啊？准备？我写完了。啊，写完了已经。我下午在家里疯狂码字。好的。你也写一个怎么样？看看有没有时间吧。
我就先把现在的这部戏好好拍完。你不是养老的生活吗？这部戏很养生。相比别的就是养生，但是人家既然让你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你肯定要好好把自己休息好，然后拿好的状态来拍戏嘛。你不能拿时间写了小作文啊。那倒是，那你这个戏啥时候杀青呢？我一般都是专款专用的。那你这个戏啥时候杀青呢？我20号杀青。20号。那20号杀青之后呢？20号杀青之后。会写小作文了吗？啊？对啊，拍杂志，然后再进个下一个组。妈呀！哎呀，太忙了。我看这2天时间多的话，插空不能保证啊。给蒋正邦布置个作业，写个小作文，等待一下。但是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剧评，很多小作文。你看到的都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两面性的。我觉得观众现在，大家对剧啊，对这些审美，其实都蛮高的。对，是的，都是写的两面性的。就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也不喜欢。但是不喜欢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因为不是所有题材或者所有剧情什么的都会是某个人喜欢的东西。也不是说没有，比如说没有我喜欢的剧情，我就认为它是个烂剧，或者认为它不好。大家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审美阶段了嘛？对啊，我觉得就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剧情啊，或者怎么，但是他也理解。因为确实生活中也有这种事情发生，说实话。对，有的人不喜欢这样的剧情，他还是被勾着看完了，也夸了也骂了。对。我们得下了。对吧？去工作吧。好的，好的。等待你的小作文。拜拜。拜拜。下次见。下次见。拜拜。从酒吧里面。